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翔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川普的关税大刀准时挥下来了，在台北时间今天中午12点立即生效，对全球生效。我们看到呢，很多人在哀鸣、在哀嚎的同时，川普很得意呀、他怎么说？他说全球都在排队拍我马屁，跪求我跟他们谈判。川普进一步说，这些国家现在都在跪求与我谈判，简直是在拍我马屁。哇，他的口气好大呀！白宫啊，这些幕僚们说：“哎呦，你各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各位国家的领袖，你们要赶快想一想办法，有一些创意啊，建议他们跳脱传统的贸易框架，发挥创意性思维，思考可以打动白宫的筹码。他们强调说，如果有独特的牌可以打，就应该打出来啊！要怎么打啊？你是要跳火圈还是要吞火球嘞？这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予取予求，有一些国家就任由他拿，像是南韩就示弱了已经跟川普谈关税的国家，现在日本、以色列、南韩，这个讲的是跟川普通电话，包括韩德洙他也跟川普通上了电话说有希望和南韩达成关税的协议，那当然要细谈了。不过大家都知道，韩德洙现在只是代理总统，因为6月3号南韩的总统要大选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川普就说已经讲好喽，对方的顶级团队正飞往美国，两国会有一个机会达成很棒的协议，而且韩德洙据说啦已经答应川普不会跟中国还有日本联手对抗川普的关税。哇，真的都跪下了吗？好，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怎么评价南韩的。他直接讲，你们是捞钱机器，要求南韩分担高额的军费说过去我们帮你保护啊，我驻军在你那里呀，你钱军事保护费给的不够多去年其实在拜登执政的时期美国跟南韩就已经有协商了说从2026年一起分摊军费，南韩必须缴1兆5192亿韩元的军费，比起前一年要增加8.3%。可是可能川普要的还不止这一些他要的还更多。美韩造船厂签署了协议，有望助美军赶上中国舰队的规模，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造舰的能力现在是世界第1强那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最大的军用造船厂杭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跟南韩现代重工业的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协议所以呢，这个神盾舰可以抵御飞弹威胁，包括对手中国与北韩军火库里强大的弹道飞弹所以予取予求，讲的就是这样我钱也要，武器军武你跟我合作各式各样的保护费。我们看看南韩股市的一个反应，昨天南韩股市KOSPI 有一点止跌了，有弹回来了，小小的弹回来，小小的上涨了。可是今天观众朋友又下跌了1.74%，而日经指数更是狂泻千里昨天有回升，今天整个又狂泻了将近1300点，怎么回事？那关税生效了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冲击。而另外呢，跟川普关税谈判抢到头香日本还是很担心，前景不乐观，所以日本的高层就已经讲了，说不知道要拿出什么才能够打动川普。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白宫的幕僚要你想办法，要有创意认为找到美满的让美国满意的谈判筹码实在不简单找了又找，寻了又寻，恐怕也很困难。而且如果你协商的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也会影响今年夏天他们有参议院的选举所以政治上面的效应会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日产公司，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是很发达的那担心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税的这个事情会让他们整个垮掉所以他们打算把福冈的工厂部分，这是日产公司
转到美国，你看这样不就奏效了吗？那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消息，是日本公民党党魁说是这个月的下旬要到中国去，或也可能转交石破茂致习近平的亲笔信，有没有可能日本现在想一个办法，跟中国大陆这边也来做一个贸易上的结合，分摊风险呢？来请教。川普这个讲话太粗鲁了，太无理，而且太野蛮了啊！他这样子的羞辱啊，这些已经跪地求饶的人，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前2天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美国川普这样的一只野猫，当他抓到一只老鼠，抓到以后，你这只老鼠到底是应该起来跟这个野猫来跟他对抗，还是你要跪地求饶，寻求这只野猫它的仁慈宽大？那如果你要有尊严，反正都是死嘛，你就有尊严的跟他拼一下，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到这些老鼠绝大部分的都是跪地求饶，里面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越南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结果你看被川普这样子无情的羞辱，那你要把他羞辱到什么地步最后还不是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可悲的事情。不过韩德洙他没有决策权。因为他是过渡的总统，所以重大的政策他没有决策权。6月3号新的总统上来了以后，因为尹锡悦是被弹劾的，所以是一选上就是就职了所以他们很快的就会上任。那现在韩德洙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你最终还是要这个总统来拍板定案。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他要彰显他已经是一个帝王一个君王。他现在要求的是那些跪地求饶的人都把贡品给我送上来，而贡品是你自己要准备，要让我满意为止，让我龙心大悦。对，这个是坏透了。这个等于是最早以前几千年来这种封建的专制思想。这种封建的专制思想就是说，你必须要为我你的朝贡要把你的贡品想好，所以这些人这些奴才他们要想方设法的，然后要殚思竭虑的去想说，我要找什么样的贡品才能够满足这位独裁者他的龙心大悦。那台积电也供上去了嘛，结果得到的是羞辱。刚刚又有个新的川普又说话了，他说：“你看，我就说跟你台积电课100%的关税，你看他马上自动的就送上门来了。”那我现在不只要这些，我要更多。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这个贡品送上去以后，他不够满意，他要的是整个台湾的半导体全部给我搬过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赖清德，你要为我们台湾负责任台积电你们这是负责任，你要为我们的股东负责任你们把台积电当贡品送上去，还遭到羞辱，他还要更多。那我们的股东怎么办？台积电对台湾来讲影响怎么样？然后赖清德你怎么对台湾的民众做交代？现在的韩德洙怎么为韩国人做交代？石破茂打了一个电话求饶，求了半天以后，以为这个川普会放他一马，结果照样课征关税。他现在的态度很简单川普的态度，他说他跟韩德洙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个从阿拉斯加到这个日本、韩国、台湾的这条天然气管线中日日本、韩国、台湾，你们要付钱来帮我修这条管线，岂有此理当时俄罗斯的北溪2号线从俄罗斯接到这个德国的时候，这个是双方各出一半的钱合组一家叫做北溪2号线的这个天然气管公司，而且它的公司的总部放在第三地，也就是瑞士。至少是俄罗斯跟欧盟是各半的。现在是川普要我们来付这个钱，目前估计就要400多亿美元，而北溪2号线才90亿美元呢，各半才出45亿欧元，而不是美元，是欧元，各半出45亿欧元，而川普这一开口就是要400亿，台湾凭什么要拿出这个钱来？然后他就规定你韩国，你就是要跟我买天然气，然后接着呢，我需要船厂，我的船厂都已经成为废墟了，你要来我这边盖船厂，所以他说你必须要帮我造船，可是
制造业要回流到美国，所以并不是在你的国家造，是在我的国家造。在美国，所以我的这个废墟的船厂，你要去投资，然后你要去整顿，你要去购买设备，你还要培训工人，然后结果在我美国造船，不止这个，我的美军驻守在你这边，国防部长不是才去吗？说台湾有事，美军过来支援，那所以等于是美军守在韩国，不是为了保护韩国，是为了说要介入台湾的事情，所以军演就来了嘛。好，那结果呢？这笔钱你韩国给我买单，哇，这个韩国人现在是什么时候软骨头软到这个地步啊？坦白讲，这个跟我想象中的韩国人真的是有差距哦，有差距哦。对哦，那韩德洙软成这个样子，脊梁骨到底跑去哪里啊？好像国内也没看到抗议，是不是他们在忙着大选啊？因为尹锡悦操作这种仇中反中有部分的效果。OK， 然后仇中反中里面他就完全亲美，所以就是为了让尹锡悦去美国唱个 American Pie， 然后从此以后那一些亲美的美国人他就有了声音了。有了声音以后，你看现在川普就是瞧不起你，说你就是来吻我的屁股嘛，不是吻了，亲了。那我们把它翻成说拍马屁了。但其实这句话更脏，对啦，脏得不得了。我们要翻译文雅一点点。对，好，来斌哥，川普现在有点得意忘形、目中无人。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几天一直在强调，70几个国家排队在要等着跟我谈判。你看那个真的是万国来朝那种，果然是天朝上国，所以他当然很爽。可是他真的有这么爽吗？其实我觉得未必。为什么？因为美国内部的反弹声音也非常大，美国的股市表现也不好，是，对不对？所以它的内忧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在逐渐累积当中。那外面呢？你看哦，他讲话是讲得很硬，比如说越南，你零关税也没用，我就叫你一定要满意，给我满意的东西才行。那对我们台湾也是呛虾，你台积电赶不过来，我要抽你100%的关税。然后对中国大陆也是直接104%，史上最高的关税生效。那可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川普还是在虚张声势。他其实自己心里头很清楚，时间也是不等人的。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其实对他越不利。然后第一个，现在对他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70几个国家要跟他谈，请问你怎么谈？你要怎么谈？而且美国人还讲说，川普都会参与哦，不可能啦！你怎么参与？70几个国家，你开什么玩笑？对啊，所以呢，他们讲的更幽默了，说你要让他高兴。对啊，这什么意思啊？而且有创意哦，是这70几个国家全部要扮老来子在，你还要有创意，跳火圈，要彩衣娱亲，对啊。所以这到底在鬼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要的只是一个态度，他要的就是你们大家都听话，听话了之后，我就顺手这样让一点点东西出来，但是我美国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他要的是这样，可是不要忘了，欧盟并没有完全软下来，因为欧盟知道如果完全软下来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中国大陆是很硬，一直跟他应对。那在这种应对的状况下，其实川普也有一点点放松。他说我等你们来谈啊，打电话来就 OK 啦。看起来好像打电话来还有优惠的样子。那到底是怎样？当然不知道。可是我认为，川普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对他硬着来，他可能还会尊敬你，把你当个对手；你对他软着来，那当然你们就是来跪舔啊，这不啰嗦啊。那我当然就是予取予求，你就看我高兴啊。所以你会看到，不管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看起来他们都是排在前几名哎。昨天还有一个赌盘，你知道第一名本来一度是台湾，会最早答案承诺，但台湾很快就落到3、4名以后去，日本变第1名。那看起来日韩应该谈成的机会都很大啊。那为什么他们的股市反而是下挫了？因为他们的民众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对，你是排在前面比较早谈，但谈的结果未必对你好，这个结果可能是更糟了。因为川普要的不是单纯的关税问题啊，他不是只想抽你的关税啊。川普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要把过去从我美国赚的钱全部吐出来给我。他要的是这个。那如果真的让川普达成这个目标，那请问一下，以后怎么活下去？美国这个市场完全放弃吗？不可能嘛。那请问怎么办？所以股市就马上展现出来，不确定性太大。当不确定性这么高的时候，民众也是瑟瑟发抖。但是问题是，我也请这些国家的民众也去想一想，你在外面看
都觉得川普不确定性这么大，你觉得美国人认为他确定性很大吗？美国人也认为他不确定性很大，因为这个关税战今天中午开始生效，显而易见的，美国会立刻通膨，100%会立刻通膨，因为市面上的东西前几天已经都被大家抢得差不多了，那这几天大家都不敢进来，因为不知道你关税到底要抽我多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货一定会少，货一少，马上物价就涨，是，那物价涨了，美国人能够撑几天？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不用急，就慢慢跟川普谈。看看到底是美国能够一个人抵抗全世界，还是全世界能够把美国拖垮？刚刚彬哥提到的那个赌盘，现在最新的排名是南韩已经是第1名，南韩又第一啊！第1名。好，来将军，不管谁第几名，日本、韩国还有这几个国家，包括我们台湾在内，我觉得去谈绝对是没有用的，也谈不出一个效果。我们看到越南第一个嘛，他说我们零关税，马上不但没有答应，还继续打脸你，就说我不只是要零关税，其实他要的是你越南不可以，要跟中国大陆要争取更高的税率，不要越南不可以形成一个洗产地的国家。这个谈判有很多的技巧，可是你怎么样？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谈得赢川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台湾话讲叫做什么呢？叫做强加用，用加雄。胸加摩天流，摩天流加心经魔镜穷，对不对？川普他就是一个既没天良、神医又不正常的人嘛，那你怎么去跟他谈？那昨天后来大家赫然发现，有人突然发现说是川普的公式计算错了多算了4倍的这个关税，因为那天关税公布，大家想，哎呦怎么那么高啊？后来果然有一些学者去发现，就搞半天。堂堂一个美国，这么多的哈佛大学，这么多的经济诺贝尔学奖的得主，居然他们的总统算出来公式是错的公式，怎么讲呢？他的关税怎么算呢？他是说贸易逆差，是这个分母，下面来讲是除以进口关税乘以0.25乘以0.4。正常来讲，应该不是0.25啦，应该是0.945，也就是说，它叫这个系数是对口的传导率这是经济上的专有名词。但是很多的昨天在网络上面，大家很多就发现说，你这个公式套用的这种系数套用错了，应该是0.945，不是0.25，所以它算出来又多了4倍，你知道？那大家都没办法接受。可是我们看到，虽然说这个公式来讲的话，经济学者已经算说你这公式有问题，多了4倍。可是目前来讲，川普也没有要改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场各国去谈，根本就是没有筹码去谈。而且川普就像是刚刚前面2位讲的一样，他要的不是关税的问题，他要的是你把我美国赚的钱都把我还给美国。尤其是说他讲的赤裸裸的，就是你干脆捐钱给我，对不对我们不要谈了，你就把钱捐给我，或者买我的武器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整个市场整个开放让我进去买，然后我定多少关税你都不可以反抗，都不可以讲话，就这么关税。他要的就这个那你去有什么好谈的？所以我觉得各国就等着踹了蛋吧。那大家后续来讲，就看着世界上面经济的再一次的大萧条。是，你看川普这么疯狂全世界几乎都跪下了，都不敢反抗。现在唯一看起来还站得比较直的就是中国大陆了。那美中这场大战到底谁可以笑到最后呢？我们先来看看一名20岁的网红，他是美国人最近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些直播到各地去做一些报道啦大概就是一些画面。那他看到呢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表演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一首音乐，他脱口而出“天佑美国”。我们来看看。That's so cool. God bless America. Woo. Hey, you are amazing. Newbie. Oh my God, that was fire. She went Super Saiyan on her hand. That was crazy. 好，这一名穿着粉红色 T 恤的人，在中国大陆大家叫他这个甲亢哥，因为他的表情动作都非常的夸张，很像甲亢一样那他叫 Speed。他说天佑美国，网友就讲说，奇怪，他难道听出了这首曲子的杀气了吗？我们必须说，中国跟美国现在杀气腾腾两边都在对峙都在出招。川普先说我在等你习近平的电话
并且他还说，其实中国也希望谈判，只是中国不知道如何开始谈所以大家在比赛一个胆小鬼的游戏嘛，看谁先示弱我们看到美国川普口中所谓的104%的关税，此刻已经生效了。所以美股开盘之后飙1000点，本来是飙涨的，后来翻黑，标普也跌破了5000点。川普说中国这个关税高达104是为哪桩呢？他说因为北京在操纵汇率，抵消冲击，所以我知道他们在这么做所以呢这个关税是非进行到底不可。我们看到外交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当然也做出一些反应林健他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不容剥夺，发展的利益也不容侵犯。商务部也说，如果美方执意进一步升级经贸限制措施，中方奉陪到底。现在看起来还是硬碰硬两边都没有放松两颗大石头要对撞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又使出一招，这是小货品，因为包括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民生消费是透过网购嘛，那大家知道网购就会有很多小包裹。那现在川普下令5月2号开始，这些从中国香港寄到美国的小包裹，它的关税翻3倍你这个是在掐死你自己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如果你买一些比较便宜的小商品，像是淘宝这些东西，你这个关税这个涨这么多那也变贵啦那中国大陆现在手上到底还有没有王牌呢？都说你要打什么牌嘛，他手里是不是还有王牌？我们先来看看，有6招这个是媒体的分析，说是中国大陆还有6招王牌，包括大幅加征美国像是大豆高粱等农产品的关税，还有禁止美国的这些肉像鸡肉输往中国，以及暂时合作打击芬太尼毒品的打击，因为美国很希望可以打击，那我中国就暂停。还有服贸领域的反制措施，还有呢，禁止美国电影调查美企在中国知识产权的获益情况那这个真的是方方面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牛弹琴，这是中国大陆新华社旗下的账号，他说很简单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就是要博弈或要打架，大家就来吧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讲说，中方的立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将持续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大家讲刚刚说的农产品、好莱坞的电影都有可能是下一步出手的武器。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农民现在可能也在担心了，因为过去他们有很多的大豆，我刚刚讲的高粱可以输往中国大陆，现在如果失去这个市场那该怎么办呢？包括美国大概有60%的大豆和豆制品依赖出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买家金融时报的分析是这样，他说北京为了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保留了一些火力，就是我说的手中有牌还留中不发所以呢还有一些空间执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另外欧盟的动向也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看到欧盟的这个冯德莱恩他跟李强通话了，这是中国的总理说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冯德莱恩也说期待举行新一次的欧中领导人的会晤李强回应说，中国将持续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和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地加强合作。什么意思中国大陆是不是要接纳更多的市场，跟更多的国家做生意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而另外我们看到西班牙总理跑去中国大陆了，跟习近平会面，这是隔了7个月他再度访问中国大陆。有报道说，中国大陆的企业正磋商在西班牙额外投资30亿元。中国大陆的企业在去年9月已经宣布投资大概是70亿元了。那大部分是在哪里呢？汽车的领域。请教赖老师。当美国一直要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体系把它摧毁，然后要把这个自由贸易尤其我们最重要是自由化，要把它终结。美国自己的国家可以把关税拉得这么的高，但是不允许别的国家把关税拉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保护主义嘛。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无视于 WTO 的所有的规则了，也无视于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跟经济规则。他把所有的世界的
经济法律都全部都推倒在地上，那放到脚里面来践踏。那当他践踏了这一些所有的秩序、所有的规则，当他把这个经济的自由把它终结，当他把全球化都终结了以后，我们看到现在是就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起来跟他坚决对抗。目前来讲就变成是两大强在打。那有一群人，他们跪倒在地上，趴着想去碰这个川普的脚跟，那就是那所谓的50-60个国家，那他们忍辱负重，或者是他们受尽屈辱，但是呢，他们本身就是想去讨川普的喜爱。可是还有100多个国家，他们是不为所动的。他们基本上来说，现在就是两强在打的时候，一个是为了经济自由而战，一个是为了要把人关在铁幕里面而战。那要把人关在铁幕的是谁？川普嘛。因为当川普成为经济最独霸的时候，他就可以霸凌任何一个国家了。他今天可以霸凌日本，可以霸凌台湾，可以霸凌韩国，他明天可以霸凌任何国家。所以他今天看到加拿大就要把它没收，把它并吞，成为它51州。看到巴拿马运河要并吞，看到格陵兰要并吞。他未来他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他也可以并吞，因为当他的军力最强大，当他的经济力量最强大的时候，他就会为所欲为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世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坦白说，就是一个殊死之战了。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唯一有能力跟他对抗的，就中国大陆，而且有意愿、有能力、有决心，而且有勇气起来跟他对抗。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看到这两强的对抗，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而且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长期的事到底最后会谁赢谁输？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明白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赢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只要他没有办法把中国大陆打倒，而美国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美国的政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有很多被他欺压的国家，他们也会重新站起来，撕毁跟川普所定的协议。因为当川普没有能力再反击，而中国可以保护他的时候，他们就会往中国这边来移动。所以你看，当美国把这个关税壁垒拉得高高的，而中国大陆跟大部分的国家开始积极的推动贸易自由化，所以他跟日本在推这个贸易自由，也就是双方把关税想办法降到最低。4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到东盟去，到马来西亚、到越南、到柬埔寨去推整个东盟跟中国10+1的这个贸易自由化，把关税再往下降。那也就是说，一个再把关税拉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国家想办法把关税往下降的情形下，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会拉起来了，而跟美国的贸易额就会减少。所以美国会相对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贸易额会一直在萎缩，而中国的贸易额在扩大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出这个分水岭了。其实这是一场今日之战，也是一场明日之战。那目前来讲，川普一直在加码，可是坦白说，你关税加到100%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川普的筹码用完了，可是中国现在开始在打牌了。中国的筹码才刚开始要打而已。为什么？因为服务贸易才是美国的罩门。美国一年赚服务贸易的钱赚11000亿美元。现在中国就是从你11000亿美元下手。这个才是刚刚开始而已。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罩门。来，请教彬哥。我是觉得，川普是不是搞不清楚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是因为什么东西强大？其实美国当然，你说100年前美国可能是因为工业制造业才慢慢强起来，可是后来的24世纪大战以后，美国不是因为这样。是啊，美国其实为什么把制造业慢慢分给其他国家做，是因为金融业、服务业、其他这些东西更赚钱啊。没错。那实际上表面上好像是美钞一直在往外输出，可是你不要忘记美钞是什么？美钞就是这张纸啊。对，你在印钞票，然后全世界提供你便宜的这些好用的这些器材，其实谁占了便宜？我觉得是美国人占了便宜。可是川普现在却认为全世界在占他便宜。那你现在要把它全部收回来，很好啊。那当然，很多国家因为比如说外贸导向的国家，他就很难不屈服。因为他手上筹码不多。那可是这一些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大国就很难会屈服。为什么？
因为是你过去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大陆硬逼成一个全部都有的国家，它自己构成一个体系。那实际上，当美国逼急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在也慢慢，你既然我本来不想跟你全面脱钩，但如果你真的非要逼我的话，那我只好真的就逐渐跟你脱钩啊。所以最近中国大陆在卖美债啊，我先卖了500亿嘛，后面还有7000多亿就慢慢卖，然后如果能够的话就慢慢，如果你真的要对我征104%的关税到底，那就自然脱钩。为什么？我东西卖不去你那边，这边完全没有竞争力啊。那同样，你美国的产品也不要想进中国大陆啊，那大家就逐渐脱钩。可是问题来了，就是你美国当你措施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意义。像你小额包裹这个东西，对你这样会不会对中国大陆的电商造成伤害？会。可是对你美国消费者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你觉得这样好吗？你的民间的反弹的声浪已经很大，那当这些人又买不到过去他们可以很轻易买到便宜的东西的时候，你逼他们转而去买美国比较贵的东西，甚至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民意不会沸腾吗？然后中国大陆其实它当然，你看这一次104%关税它就没有跟，为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实际上你真的54%之后就跟征100%是一样的意思，反正彼此都卖不到对方那边去嘛。那接下来他可能就会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啊相关这些东西出招，因为过去几年他早就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早就分散它的来源。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要卡住中国大陆，老实讲非常困难。那接下来就是看谁的气场。那你觉得谁的气会长？那现在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大陆，有的人认为美国。那我们就看事实决定嘛，看谁的气会比较长。导致欧洲显然不想拼这种气场，所以欧洲在干嘛？一方面表面上就要精准打击，实际上就半妥协。某一些东西你要征关税就征吧，但是我还是极力争取。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要象征性的，我要对你抽一些高关税。但与此同时他在干嘛？赶快去跟中国大陆谈，至少我先保住中国大陆这边的市场。这就标准的两面手法。我觉得 OK， 很正常。一个欧盟要维系自己的生存，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可是川普自己就要想到，如果这个谈判牵延日久，当你自己本身内部的压力锅快要炸的时候，请问一下，到时候当全世界大家都在看风向，这个风向一旦被人家看出来，恐怕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世界各国，是川普自己。所以川普现在还要跟在那里，跟这边比较好。对，没错，真的跟在那里。你看他讲这句话哈，川普说中国也希望谈判啦，这是什么？你赶快给我一个台阶，让我下来吧。你来跟我谈，我一定好好跟你谈。但是中国这时候会不会去谈？我保证绝对不会。本来或许中国希望，第一个我要谈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理性、可以沟通、讲理的人，我才去谈嘛。那你这种不讲理的人，我去跟你也谈不出一个结果。第二件是什么？你知道，就昨天你那个副总统范斯他说羞辱中国人，说你们是乡巴佬。我跟你讲，这会把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那种民族情绪惹出来。当这个情绪惹出来之后，我跟你讲，就算是这个中国政府想要跟你理性的沟通，跟你做谈判，我跟你讲也很难的，因为中国老百姓会不让你去谈。因为你范斯讲的这句话羞辱中国人，我跟你讲，后续你就很难善了。为什么？因为那就看谁底气长。现在这中美两国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次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虽然说是好像对全世界到处挥着它的关税大棒，但是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啦，因为中国来讲跟它的贸易这个逆差是最大的哈，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甚至于从越南这个动作，我们都看得出来嘛。中国虽然说到越南到东南亚去洗产地哈，卖到美国去，他就叫你这边也要切断嘛，包括墨西哥大概也是这种道理，他就你都要切断，你们不能跟中国这个进这货，你要跟中国进这个供应来讲的话，进供应链你必须要提高它的关税，就是想要切断中国这个供应链。但是现在关键什么是美国这个需要中国制造，还是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我觉得双方都有这种需要了，这个也不必去比谁强硬。但是关键是后续就要看比谁的气场。那比看谁的气场，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在掀起暴动了，因为他买不到便宜的牛奶，买不到便宜的衣服，甚至于连 iPhone 都扬言要涨价。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已经开始暴动了。由于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的，我记得前天晚上我看到美国的股市原来是跌的，突然飘一下子，不但由黑转红，由绿转红，而且还 V 型反弹，弹很高，突然之间啪一下又下来。那时候我说奇怪，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一看，
原来是说有人放出谣言，说这个要暂缓关税90天。你看这个关税对美国这个股市影响有多大？只不过一个谣言立刻拉上去，立刻又跌下来。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哈，今天美国股市又继续在跌嘛。那反而中国股市，我看收盘的时候，居然中国很多股市是翻红了哈。是。那第二个来讲，我们看谁的底气长。这个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句话讲什么话来，就老子回家种，大不了老子回家去种田嘛。哎，那真的是他就回家种田了，因为他第一个储蓄率它比较高，对吧？民众的储蓄率比较高。第二个，他耐得住贫困的生活，他勒得紧裤带。你美国做得到吗？你美国做不到，我大不了回家去嘛。那你美国能够不用 iPhone 手机吗？你能够不喝咖啡吗？你咖啡自己本身就国内就没有嘛。当你这些都没有，必须要中国制造的时候，我觉得老百姓第一个造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遍地已经烽火了。后续来讲，我觉得是美国可能会先撑不住。是美国人到底撑不撑得住？我们看到有人上街头，有人在囤货，可是这一头川普还在说。我们每一天就靠这个关税赚进了663亿元。他说哪有冲击我们的经济呀？没有，我们美国目前每天靠关税赚进20亿美元，我们美国很快就会再次变得非常富有。这是他在对国内的民众来喊话。我们就来看看对岸的中国大陆的微博热搜，就反讽他他们的热搜第一名今天是什么呢？美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求鸡蛋，这是很反讽啊。一方面呢，他在卑微求蛋。大家知道，美国缺蛋已经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像丹麦、法国、瑞典要求说，赶快进口给我们吧，我们向你买蛋吧。可是欧洲都说没有多余的鸡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窘境是不是都还跟在那里呢？美国涨价潮来了，我们刚刚说了美光它开了全球第一枪因为关税的关系，它转嫁客户。今天开始，它宣布加收产品的附加费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而另外呢，一般小老百姓常常会去逛的超市、大卖场，价格也蠢蠢欲动了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好事多说是很快就会涨价了，有11款商品，专家讲今年夏天可能首当其冲，包括进口的乳酪、冰箱、洗碗机、微波炉，还有电子产品进口米农产品进口咖啡干果这些恐怕这个美国的消费者现在如果要买的话，你要多付很多很多的美金了。另外，囤货潮是已经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都看到的那你可以看到呢，为什么要囤？就是因为这2天好多物品可能都会涨价，包括一罐洗发精，本来可能只有18块美元，这是 Made in China 的18块，可是现在涨到30块。就是从台币592块涨到987块，涨这么多，你能不囤吗？还有必须讲马斯克这一次的这个关税战，他没有这么同意。你可以看到呢，他在唱反调，他就一直骂这个操盘手纳瓦罗什么骂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什么比砖头还蠢在 X 上面呢不断的在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财政部长桑莫斯就说我很担心经济会衰退。其实不止他啦，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忧心这件事情，而且会担心更多的失业人口出现。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川普口中不断的说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可是有可能吗？美国人其实长久以来已经叫他们刻苦耐劳，好好的工作，这件事情已经很难发生了。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拍的一个嘲讽短片。Tariffs work. Trump brought back factory jobs, baby. You're hired, man. Pay is $3 a day. How am I supposed to survive on $15 a week? $21 a week, no days off, and no bathroom breaks. What if I need to go to the bathroom? You hold it in like a real patriot. Why is everybody wearing masks? Yeah, they're pretty much breathing in toxic fumes all day. I doubt they even work. What are they breathing in? Yeah, mostly chemicals that are banned in other countries. Oh my God. And what's up with all the kids? Is it bring your kid to work day? Every day is bring your kid to work day. They work here too. Is that a baby? That's our head safety inspector. 好，让美国人可以享受非常低廉的衣服、日常用品，都是我们这些亚洲人，我必须这样讲，都是很多亚洲国家
低薪的劳工没日没夜的工作卖干做出来的哦，这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哦，所以一般老百姓看到这样的短片，也许他才豁然开朗。哦，这些回来的工作，这些制造业如果回来，他们能去工厂做工吗？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吗？每天只领3块钱，没有休息日，没有厕所，还雇佣童工，那当然这些都是非法的哦。那这些都是这个可能过去像是我们这些过去是开发中国家，现在慢慢走出来，付出的代价，包括环境的代价，包括劳工的代价，包括各个方方面面。我们看到美国这些高阶层，包括川普在内的领导人，他们想的是什么？让美国的工人做 iPhone 啊。iPhone 回到美国做多好啊！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说的。可是问题是，他们能够坐在那儿做一只 iPhone 手机吗？哦，在那边组装吗？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一个画面，制造业回归，请导播让我们看看。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网上疯传了美国工人埋头苦干的迷因图跟影片哦，这是在 TikTok 上面，网友以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就是 AI 生成的影片，显示美国民众在工厂里头工作，还有穿制服组装手机的画面，这是未来的美国。这是未来美国的图像吗？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好，就像是一个 iPhone 手机好了，它回流到美国去组装好了，你知道成本会变成多高吗？它不可能一天只领3块美金啊，观众朋友，所以这个成本就会推升，所以未来一只 iPhone 可能要卖到11.6万台币，好，大概是这个美金3500元，所以它的成本一定会推高的嘛，好。我们看到川普就在痛批说，许多国家长期以来都恶劣的对待美国，我们任人摆布被欺负的对象。他是不是搞错了？刚刚彬哥已经讲了，他搞错了，所以他可能还要回去再把这个 update 一下哦，这个科技发展，还有美国的这个服务经济的输出的一个这个历史。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孟加拉这个国家。我们说到有一些国家很可怜呐，像是孟加拉就是其中一国，它非常的穷。它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做成衣，就像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还算是整齐的哦。有一些工厂啊，里头是妇女还有童工哦，像是发生大火就很多人，很糟糕的环境。那现在呢，孟加拉也被课高关税，所以孟加拉的临时的政府哦，就致函川普说：“求求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帮我们把这个关税 delay 一下这个关税。”3个月，我们很惨呐。孟加拉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2大服装生产国，拥有将近3500家工厂，它雇用大概400万工人，廉价的服装的血汗工厂压榨当地的劳工，让西方国家能够享受廉价的时尚。大家说快速时尚，一件 T 恤3块钱，一件洋装10块美元，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它这个牵涉到人均所得的问题啊，就是说美国的人均所得跟孟加拉国的人均所得是天地之别。那因此呢，你的产品如果在孟加拉生产的话，你支出去的工资就是这么低嘛，因为它的日薪、它的月薪它就是很低，那你的人事成本的支出当然就相对来讲就低了。人事成本的支出低，然后它的房价也低，土地也低，然后你整个产品的制造成本就相对来讲就下降了，那下降了当然就比较好卖嘛，那买的人也可以买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可是如果你要把这一些产品都移到美国去，而美国的人均所得就是比较高嘛，那所以美国人的工资，例如说他一个礼拜他的工资要21块或者要50块，那你想想看美元哦，那你想他的所得就是这么的高的情形下，你的成本就垫高了，电费也贵，土地也贵，房子也贵，人工成本也贵，那都贵的情形下，你又对世界各国课高关税，所以它的原料材料也都上涨了。你这些原料材料从国外移到美国来，给这些工人在组装的时候，它的成本就上涨了。那我们不要讲美国的消费者。你说苹果如果在美国组装出来一只苹果手机能够卖到哪一个国家？请问一下，你外国你一个国家都卖不出去，没错。那你自己国家贵得不得了，然后外国的手机进来的时候就把你的手机就砍得一塌糊涂，所以你苹果就一定倒闭嘛。苹果没有富士康，富士康都全部移到美国去，
我们现在就请富士康，郭台铭，你站出来说，你愿意把富士康整个移到美国？你看你的富士康在美国生产制造出来的手机的成本应该要多少？我想那个郭台铭最清楚，一只手机在美国生产要多少，就知道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希望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这样可行吗？斌哥，基本上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工资多高的国家，它人均收入这么高，它的人均收入 GDP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7、8倍以上嘛。那请问一下，你高出这么多人事成本，你怎么把成本降下来？根本几乎不可能嘛。而且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美国人自己做的短片里头也告诉你很多啦。你的这些相关的环保问题、有毒物质的问题，然后你的人工可以像这些东南亚或者大陆一样，一天给你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吗？根本不可能嘛。然后你的福利措施也不可能像这些国家相对的这么差。那所以你的成本不只是高人工，你是大幅提升所有的成本。你要知道，现在他们估说，如果苹果在美国生产一支要3500块美金。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连这个甲亢哥这么有钱的人哦，他去看到那个华为的那个3折手机，都说一个手机要3000块美金，太贵了，这 incredible 不可思议。然后他买了3只，但是人家是有钱人呐、你要知道，如果苹果现在一只普通的苹果手机就要3500块美金，那你要知道今年苹果传说中可能要出折叠手机，那一只不是要4、5千块美金以上？对啊，有可能。那还得了？谁买得起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商业原则，我想川普不可能会不懂。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请教将军。没错，大家川普之所以弄这次贸易战，就是大家都要赚美国的钱。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赚美国的钱呢？因为美国有3个特性嘛。第一个就是他很有钱嘛，对不对？但是他的钱是为什么有钱呢？他去借来的钱，他发行美债，他美元霸权所以他那个钱不是真的实实在在的钱。那第二个，他很爱花钱。为什么我讲美国很爱花钱？你看他储蓄率，你就知道，他买的东西都是这个用没多久还没坏，他就丢掉了，他就不要了，他就去换新的。有新一代产品出来，他有 iPhone 17，他就不要 iPhone 16，他就换新的。而且他认为说是他用刷卡来借钱，所以你又爱花钱，对不对？又有钱可以花。可是大家要知道，你那个钱是美债，我们看你现在美债36兆美元，是不是说借来钱？当然是依据你的这个美元霸权，你才可以。那现在很吊诡的，如果说是你不让全世界赚你的钱，你就不能维持你美元霸权的身份。